这天，赫赫有名的大侦探波洛接到了一个来自比利时同胞的电话，打电话的人是比利时的著名女演员玛丽，目前正在伦敦给自己的下一部电影选景。波洛是玛丽的超级粉丝，他此次来电的目的是希望能跟波洛见一面。据玛丽所言，他最近遇到了一件离奇之事，想要委托波洛帮忙查明真相。波洛在挂断电话后，就兴冲冲地带着自己的助理黑斯廷斯上尉赶到了玛丽入住的酒店。与玛丽一同入住酒店的还有她的丈夫罗格。罗格也是一名电影演员，此时正外出办事，不在酒店里。3年前，玛丽收到罗格赠送了一颗名为西方之星的钻石，这颗钻石是罗格从一名亚裔男子手中购得，据说是来自东方的神秘古国中国。除了西方之星外，相传市面上还有一颗名为东方之星的相似钻石，2颗钻石原本被镶嵌在一尊神像的2只眼睛上。就在昨天，玛丽突然收到一封匿名信，信上用打字机打着这样一句话：东方之星和西方之星是神明的左右眼，我将在月圆之夜取走这2颗钻石归还神明。匿名信上既无邮戳也无署名，是由一名亚裔男子让酒店前台转交给玛丽。玛丽怀疑这是一封盗窃预告的信件，信中提到的月圆之夜就是3天后的晚上。玛丽邀请来波洛，是想请他查明匿名信的寄信人身份，以确保自己的钻石不会被其偷走。波洛听完事情的来龙去脉后，当即提出了一个方案，那就是玛丽将西方之星钻石交由他保管，等到过了月圆之夜，他再将钻石物归原主。没想到玛丽马上否决了波洛的这个方案，理由是他在3天后的晚上要佩戴西方之星，参加英国勋爵老马组织的晚宴。原来在玛丽和罗格的请求下，马勋爵打算将自己名下的一处猎场租借给夫妇俩，当做下一部电影的拍摄场地。双方准备在3天后的晚宴上敲定租赁事宜。玛丽坚持在晚宴当晚佩戴西方之星，是因为她听说西方之星的姊妹钻石东方之星刚好在马太太手里。玛丽坚信自己的西方之星肯定比马太太的东方之星更加耀眼，所以才决定佩戴钻石参加晚宴，既是想跟马太太的钻石一较高下，也希望给当晚的宴会增添光彩。玛丽手里的这颗钻石目前存放在酒店前台的保险柜里，酒店给这颗钻石买了保险，并派了专人看管，这也是酒店给尊贵客人提供的增值服务。倘若钻石在酒店保管期间丢失，保险公司将会赔偿一切损失。因而玛丽认为钻石放在酒店保险柜比放在波洛身上更加安全。说着，玛丽将波洛和黑斯廷斯领到酒店前台，并让工作人员取出了自己存放在这里的西方之星。这是一颗鸡蛋大小的耀眼钻石，波洛和黑斯廷斯双双险些被闪瞎老眼。就在玛丽看着波洛和黑斯廷斯的表情颇为得意的时候，她的丈夫罗格从外面回到酒店。玛丽先是给自己的丈夫引荐了波洛和黑斯廷斯，然后说明了自己邀请2人来酒店的目的。罗格得知妻子找来赫赫有名的大侦探，只是要调查匿名信的寄信人身份，觉得实在是小题大做。在罗格看来，玛丽收到的匿名信只是一场恶作剧，根本没有必要理会。不过波洛却认同玛丽的看法，感觉这封信不像是恶作剧，于是他再次提出将钻石交由自己保管，结果仍然遭到了玛丽的婉拒。波洛有些无奈，见此时天色已晚，他只好和黑斯廷斯先行告辞离开。第2天上午，波洛正在外面调查玛丽的匿名信来源时，他的侦探事务所里迎来了一名访客，此人正是东方之星钻石的拥有者马太太。留守在律师事务所的黑斯廷斯和波洛的女秘书柠檬小姐热情接待了马太太。不等马太太说明来意，黑斯廷斯就主动给自己加戏，故作高深地表示自己已猜到了马太太此行的目的。马太太应该是收到了一封匿名信，写信人扬言要在月圆之夜偷走他手里的东方之星钻石，所以马太太才跑来向波洛求助，希望大侦探能帮忙查明匿名信的寄信人身份。听完黑斯廷斯的猜测，马太太露出讶异的神情，她询问黑斯廷斯为何能够未卜先知。黑斯廷斯立时神采飞扬地将西方之星钻石所有者玛丽收到匿名信的事悉数相告。马太太听罢，赶忙表示自己的确收到了一封一模一样的匿名信，希望波洛能查明寄信人的身份。说完，马太太见波洛迟迟没有回来，便告辞离开。临行前，她留下了自己的庄园地址，希望波洛回来后能即刻前往庄园与其面聊。当天的傍晚时分，在外忙活一天且一无所获的波洛拖着沉重而疲惫的身子回到了侦探事务所。
在得知马太太来过之后，波洛决定当晚就去一趟马勋爵的庄园。由于马勋爵和马太太住在偏远的伦敦郊区，波洛和黑斯廷斯随后匆匆忙忙地赶到火车站，坐上了前往马勋爵庄园的火车。半路上，黑斯廷斯前来无事，向波洛分享了自己今天在报纸上看到的一则八卦新闻。这则新闻的当事人正是马勋爵的妻子马太太。据新闻报道称，马勋爵和马太太3年前曾前往美国洛杉矶游玩，当时比利时女星玛丽的丈夫罗格正在好莱坞拍戏。根据八卦媒体的爆料，罗格和马太太那段时间经常私下约会，两人关系十分暧昧。如今马勋爵打算将自己的猎场租给罗格和玛丽夫妇拍摄电影，因而这段陈年传闻又被媒体翻腾出来炒作，不知道是真是假。看着黑斯廷斯口沫横飞的传播未经证实的八卦新闻，波洛露出不想理他的表情。抵达马勋爵的庄园后，波洛和黑斯廷斯恰好撞见马勋爵的2个年幼的儿子正缠着母亲马太太跟他们玩耍。马太太一时之间无法脱身，只好让丈夫马勋爵接待了波洛和黑斯廷斯。马勋爵便将2人领到自己的书房。在得知波洛和黑斯廷斯的来意后，马勋爵感到一头雾水。原来马太太今天并未向丈夫提及收到匿名信一事。马勋爵此前既没有听说过东方之星是什么神明之眼，也不知道东方之星还有一颗名叫西方之星的姊妹钻石。实际上，马太太手里的东方之星钻石是马勋爵家的祖传之物。据马勋爵所知，这颗钻石有且只有1颗，是他的祖辈从印度带回英国。此外，马勋爵还向波洛和黑斯廷斯透露，自己近2年投资电影失利，财务周转出现困难，正打算将妻子手里的东方之星卖掉。这几天已委托珠宝中介帮忙打听钻石的买主。听完马勋爵的讲述，波洛趁机要求欣赏一下东方之星钻石。马勋爵爽快地答应下来。随后，他将波洛和黑斯廷斯领到客厅，让妻子马太太戴上镶嵌东方之星的项链，向2人展示一下。没想到马太太表现得极不情愿，只是一个劲地抱怨那条项链实在太丑，自己已好多年没有佩戴过。恰在此时，庄园的管家给马勋爵送来一封信件。马勋爵在看完信后，兴奋地表示，这封信是由珠宝中介寄来，信中称一位名叫亨利的珠宝商准备高价买下东方之星钻石，而且亨利今晚就会赶到庄园验货。马太太闻听此言，脸色顿时变得极为难看，嘴里嘟囔着自己舍不得卖掉钻石，希望丈夫能推掉这桩交易。可是马勋爵无奈地表示，自己的财务状况陷入困境，除了将祖上留下的这颗钻石变现外，实在没有其他办法可行。马太太听了这话，只得苦笑地说了一句，这恐怕是我最后一次佩戴这条钻石项链了。说完，马太太就先将2个年幼的儿子送回儿童房，而后自己回到主卧化妆换衣服，打算以焕然一新的面貌佩戴上镶嵌着东方之星钻石的项链。没过多久，穿戴一新的马太太回到客厅，波洛注意到其佩戴项链上镶嵌的东方之星看上去和玛丽保管在酒店的西方之星一模一样。为了闪瞎波洛和黑斯廷斯的老眼，马太太特意走到客厅的电源开关前，准备打开最亮的大灯。谁知她还没来得及拨动开关，客厅和外面走廊里的灯光突然一起熄灭。黑暗之中，波洛、黑斯廷斯和马勋爵3人隐约看到马太太被一股神秘力量拖到了客厅外的走廊里，马太太的嘴里还发出一阵惊恐的尖叫声。波洛等3人急忙追出客厅。当马勋爵重新打开走廊里的灯时，见到马太太狼狈地跌坐在走廊的地上，脸上露出惊惧的神情，而她脖子上戴着的镶嵌着东方之星钻石的项链已不见了踪迹。缓过神来后，马太太告诉3人，刚才自己依稀看到一名穿着黄色衣衫的亚裔男子扯走了她脖子上的钻石项链。黑斯廷斯听到这里，又一次主动给自己加戏，立刻冲向虚掩着的庄园大门，可惜并未发现任何人影。但他很快在门口找到了马太太丢失的项链，以及一块被门把手扯下的黄色衣服的布料。只见项链上的钻石早就不翼而飞，看来确实是一名穿着黄色衣衫的劫匪抢走了马太太的钻石。马勋爵见此情形，赶忙拨打了报警电话。在波洛、黑斯廷斯和马勋爵夫妇等候警察到来期间，有意购买东方之星钻石的珠宝商亨利如约来到庄园。由于马太太始终一副惊魂未定的状态，马勋爵便让其回卧室休息，自己独自和亨利洽谈钻石买卖事宜。黑斯廷斯这时趁机拉着波洛向马勋爵告辞。在黑斯廷斯看来，波洛这次脸丢大了，竟让劫匪在眼皮子底下
抢走了马勋爵夫妇的钻石，所以赶紧开溜为妙，以免尴尬。而且根据黑斯廷斯的判断，劫匪的下一个目标肯定是玛丽的西方之星钻石。既然马太太的东方之星已经丢失，劫匪不知去向，不如现在立即赶回市区，重点保护好玛丽的西方之星。波洛对黑斯廷斯的这番建议未置可否，他需要在回去的路上捋一捋自己的思路再说。谁知两人刚出庄园的门，就撞上了老朋友贾普探长。贾普此时正鬼鬼祟祟地蹲守在庄园外的草丛里。波洛和黑斯廷斯一问才知，贾普是跟踪珠宝商亨利来到这里。据说亨利有黑道背景，酷爱收藏名贵珠宝，手上有不少来路不明的赃物。贾普最近几天一直在跟踪此人，想要获得亨利非法获取珠宝的证据，将其手里的赃物通通收缴。听完贾普的讲述，黑斯廷斯立时有了一个新猜测，他怀疑抢走东方之星的劫匪正是珠宝商亨利。不过片刻之后，这货又推翻了自己的这个猜测，理由是马太太声称劫匪是一名穿着黄色衣衫的亚裔男子，而亨利是一名白人，刚才进庄园时穿着黑色西装，显然与马太太的描述完全不符。听着黑斯廷斯自说自话，贾普也认为劫匪不可能是亨利，因为他今晚自始至终都在跟踪亨利，对方根本没有作案时间。在和贾普互通完信息后，波洛和黑斯廷斯就离开马勋爵的庄园，返回了市区。本集狂刷存在感的黑斯廷斯本想直接赶往玛丽入住的酒店，保护西方之星钻石，但波洛却觉得没必要，强行将其带回家睡觉。第二天上午，干劲十足的黑斯廷斯再次提出立即赶往玛丽的酒店，可是波洛依旧磨磨蹭蹭的不肯动身。直到中午时分，贾普探长忽然打来电话，声称玛丽的西方之星也已被人骗走。黑斯廷斯这时终于忍不住埋怨波洛，如果两人昨夜赶到玛丽入住的酒店，或许西方之星就不会丢失。波洛没有理会黑斯廷斯的抱怨，等到两人赶到酒店时，负责保管钻石的前台工作人员向他们讲述了钻石丢失的过程。大约在1个小时前，玛丽的丈夫罗格从酒店前台的保险柜里取走了西方之星钻石，并在收据上签了字。谁知半个小时后，罗格又来到酒店前台索要钻石，并且声称自己从未取走过钻石。此时就站在波洛旁边的罗格听到前台工作人员讲述到这里，立时破口大骂，指责工作人员瞎了狗眼，然后再次否认是自己取走了钻石。如若波洛和在场的人员不信，可以查验收据上的签名字迹。波洛随即检查了工作人员出示的钻石收据，仔细将上面的字迹和罗格本人的笔迹做了比对，二者确实不像是出自同一人之手。这下罗格更是得理不饶人，在骂完酒店前台工作人员后，又把矛头指向自己的妻子玛丽，责怪他早该将钻石交由波洛保管，也就不会被人骗走。罗格的瞎嚷嚷将波洛吵得头疼，波洛正想叫他闭嘴，这时女秘书柠檬小姐从侦探事务所打来电话，说是马太太找上门，声称有重要线索向波洛提供。波洛于是又和黑斯廷斯赶回了侦探事务所。马太太在见到两人后，哭哭啼啼地说出了一个秘密，原来她手里的东方之星钻石早在3年前就已被人骗走。波洛对此倒是并不惊讶，他询问马太太，骗走其钻石的人是不是玛丽的丈夫罗格。马太太旋即露出惊讶的神情，而后点了点头，向波洛说明了事情的原委。3年前，马太太在随同丈夫前往美国洛杉矶游玩时，结识了当时正在好莱坞拍戏的罗格。罗格倒也不挑食，随后对已为人妇的马太太展开热烈追求。马太太无法抵挡罗格的温柔攻势，很快沦陷。两人虽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肉体关系，但彼此通过几封暧昧的信件，罗格后来以此当作要挟，逼迫马太太将西方之星钻石送给自己，否则就要将两人的通信公之于众。马太太这才醒悟过来，罗格追求她只是想要得到钻石，可是为了保全自己的婚姻以及丈夫马勋爵家族的脸面，马太太只能接受勒索，将价值连城的钻石送给了罗格。罗格得到钻石后，又找人伪造了一颗足能以假乱真的假钻石交给马太太，让她以此欺骗丈夫马勋爵。直到马勋爵最近打算卖掉钻石填补财务亏空，马太太自知无法再继续隐瞒此事，所以才在昨日跑来波洛的侦探事务所，想要请求波洛想办法从罗格手里索回钻石。结果碰巧波洛不在侦探事务所内，而自作聪明的黑斯廷斯又推测马太太是收到匿名信才向波洛求助。马太太听闻此言，干脆将计就计，谎称自己的确收到了匿名信，并邀请波洛前往自家庄园做客。
马太太此举的目的是意图在波洛到庄园做客期间，精心策划一场钻石被抢的戏码，将钻石丢失嫁祸到并不存在的劫匪身上。这样一来，既圆了自己收到匿名信的谎言，又能让波洛成为钻石被抢的人证。不料波洛抵达庄园后，马太太的戏码还没上演，马勋爵就要求他戴上镶嵌钻石的项链，向波洛和黑斯廷斯展示。而且马勋爵约定的珠宝商亨利即将登门验货，马太太自知已没时间再等，只得仓促在波洛的眼皮子底下自导自演了一场钻石被抢的戏码。但事后马太太又觉得自己的雕虫小技不太可能骗过大侦探波洛，所以才再次登门，主动向波洛坦白了真相。波洛听完马太太的话，表示自己确实看穿了马太太的伎俩，原因是事发时庄园的客厅和走廊的灯都齐齐熄灭，现场陷入一片黑暗，根本看不清周围人的面容和衣着。可是马太太当时却声称劫匪是一名穿着黄色衣衫的亚裔男子。此外，波洛也早就推理出玛丽收到的匿名信是由其丈夫罗格打印，送信的亚裔男子应该是罗格花钱雇来。罗格演这样一出戏，还杜撰出西方之星和东方之星两颗姊妹钻石的传言，其目的是虚张声势，让他的妻子玛丽相信钻石有可能被盗。等到钻石果真丢失，罗格便可以将罪名嫁祸到不存在的盗贼头上。没错，从酒店前台工作人员手里骗走钻石的正是罗格本人。他在签署收据时，只是用了平时不常用的手写下了签名，因而收据上的签名字迹和罗格平时的字迹才有所不同。罗格此前当众谩骂酒店前台工作人员，并责怪妻子玛丽只是在装腔作势，而罗格坚守自盗，骗取钻石的目的估计是想私下卖掉钻石获利，同时从保险公司骗取巨额赔偿金，可谓一举两得。波洛昨晚和今天上午没有听从黑斯廷斯的建议，及时赶到酒店保护钻石，其实是故意在给罗格留出作案时间，以让对方露出马脚。说到这里，波洛安慰马太太不用担心，自己会帮他拿回真钻石，不过需要借用他手里的假钻一用。马太太赶忙拿出随身携带的假钻石交给了波洛，波洛则立刻带着假钻找到当地专门替人销赃的珠宝中介肖老板。在波洛的威逼之下，肖老板承认罗格的确联系过自己，说是想要非法销售一颗巨钻。波洛随后将假钻交由肖老板，勒令他找机会将罗格的真钻石调包，否则贾普探长立马会请他前往警局喝茶。肖老板被逼无奈，只得答应了波洛的要求，并按照波洛的指示，把贾普探长盯了好几天的珠宝商亨利介绍给了罗格。肖老板活干的倒是利索，很快他就将调包来的真钻石交到了波洛的手上。波洛随即来到玛丽入住的酒店，将事情的来龙去脉一五一十地告诉了独自待在酒店的玛丽。玛丽得知丈夫的真面目，忍不住痛哭流涕。波洛安慰了她一番后，才回到了自己的侦探事务所，把真钻石还给了马太太。与此同时，罗格在肖老板的牵线下，在当地的机场大厅见到了买家亨利。经验丰富的亨利一眼就认出罗格带来的钻石是假货。就在罗格倍感疑惑之际，贾普探长带着几名警员突然出现，将正在进行不法交易的罗格和亨利当场抓获。本期的故事来自于英国高分推理剧《大侦探波洛》中的冷门案件《西方之星历险记》，改编自推理女王阿加莎·克里斯蒂笔下的一篇同名短篇小说，里面涉及2个弄虚作假的诡计，不知道小伙伴们是否都猜到了呢？好啦，今天就到这里吧。嫌疑 movie 的老粉们应该知道，大侦探波洛系列中的案件我们已解说的七七八八，目前正在进行查漏补缺的工作，力求将这套剧中的所有案件完整呈现给大家。希望小伙伴们多多点赞鼓励，下期见。